我也不重，140斤，测试一下这个三脚架。110装一个80罐，哎，我以为是解漏了，来了才发现是一个双层的。厂家带的这些螺丝，如果是轻质钻用不了。岩板陶瓷一体盘，看来现在这个技术已经成熟了，都做得这么好。不就是一个双层的吗？无非就是多打4个螺丝嘛，轻松拿捏。这一块岩板是下面这一层的，厚度呢只有8公分，诶，相比之下是不是要比吊柜好装一些？这面墙总宽度1.64米，左边装一个浴室柜，右边还要装一个洗衣机。根据现场情况，我们浴室柜呢安装高度80，然后重新排列一下这个尺寸。上台面总高度安装80公分，第一层岩板的厚度是15公分，中间镂空到插座的底边。这个位置是预留27公分，中间的岩板呢是8公分。这个地方上要考虑插座，下要考虑脚阀，所以只能装在这个位置。最下面是留空30公分。上下2层一共4个三脚架，一共8个孔。三脚架画孔要精准一些。全瓷砖打孔最近一直在测试几款角磨机专用钻头。几家对比，唯独这个用的比较好，因为这是做了一个加长的，而且也比较耐磨。这款钻头是角磨机专用的，锂电角磨机可以达到8到9千转的转速，所以打孔的速度会比较快。定位好以后，我们可以直接开始加水，打的时候呢，手可以稍稍摆动一下，这样打孔的速度会更快。打的深度呢，因为这个钻头比较长，所以打孔的深度也比较深。好处呢是中途不用再切换钻头，可以一次成型。我给大家挂上链接和橱窗。常规我们使用的尺寸呢是6毫米、8毫米和10毫米的。刚才提到厂家自带的膨胀螺丝，如果是轻质钻，它的螺丝用不了。我在我的包里给它找一些这种挂电视的专用膨胀管，平时收集起来就是针对这些特殊墙体、特殊安装情况使用。这个螺丝比较粗，手电钻都干不动了。加粗的螺丝膨胀的太紧，所以电钻拧不动。不过我有金龙扳手。轻质钻用我换的这几个膨胀管，是不是很结实呀？我140斤。测试没有问题，我们安装台面。下面这一层刚好把插座留出来，因为这个地方呢，将来要做电源，供洗衣机插电。台面装好，我们用可调节的支撑杆来装进柜。这个支撑杆是尼龙材质的，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，也比较轻便。尤其装这种3合1组件的这种柜子吧，必须得用这种支撑杆。如果用手托的话，很容易变形，到时候镜子会对不齐。进柜开孔，我们用的是8毫米的钻头。胀管和螺丝呢是厂家自带的，这个可以用。支撑杆我给大家也放在橱窗。安装好后，如果镜子有不平整的地方，可以调节铰链上面的调节螺丝。接下来我们安装下水器。水龙头的水管呢，可以通过这个孔穿到台面下边，这样比较美观。下水器的胶圈上面呢，打一圈玻璃胶，这样可以防止漏水。有些师傅呢是习惯缠生料带，其实都是一样的。下水管从这个孔穿下去才发现这个地方怎么没有排水管，只有一个地漏，这个地漏还要和洗衣机将来共用。最后我们给台面都要打上玻璃胶，把台面拉出来一点点，把胶打进去，然后用台面再挤过去，这样粘接的面积比较大，更加牢固一些。这个去水器是一个弹跳式的，这个可以拔出来，如果有东西掉进去，头发啦这些都可以在这里清理。上台面打胶也是一样，拉个缝隙把胶挤进去，台面推进去，这样它的粘接面积比较大。安装这种挡水条呢，每次都是在上面挤2到3点胶就可以了，因为后期拆的话刀子能进得去。看似简单的活儿，干着干着1个小时就过去了。
这样的岩板陶瓷一体盘也是一大亮点，藏污纳垢完全不可能。排水客户只能在这个地漏上面加装一个2合1下水和洗衣机来公用。浴室柜安装完毕了，现在我们提交一下订单，整体效果还是可以的。提交订单，发几张图片上去，然后和客户要一个完工验证码。这套柜子大家觉得值多少钱呢？看你们谁猜得准。收拾工具准备走人，这个小家伙在这儿玩我的工具玩了1个多小时了，知道我要走了，一个个的都给我还回来了。走时提醒客户关水。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拜拜。